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的说。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谈一谈关于训练计划的制定方法。因为制定训练计划包含的内容比较多，所以我会录制一系列视频，从诸如每组的训练次数、训练的组数、每组间应该安排的时间等等各个方面，给大家进行逐一的介绍。我们来先讲讲什么样的训练对你来说是有效的。除了心理层面，在生理层面，我要给大家介绍3个重要的训练原则。对，先解释一下刚才所说的心理层面。心理层面包含你的训练热情、你的训练心态、你克服各种因为训练带来的情绪问题。每个人的智慧不同，因此对待各种不同的事情的认知和方法不同，这些不属于训练计划制定的专业范畴。在生理层面，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是相似的，当然骨骼、肌肉、力量、内脏器官、激素的分泌等等有很大的差别，但只要你属于人类，这些方面都是类似的。我们可以使用相同的制定训练计划的方式，无论是奥林匹亚先生还是奥林匹亚小姐，甚至是健身菜鸟，大家的生理层面是相同的，因此制定训练计划的原则也是相同的。第一个原则，专项性原则。专项性这个术语是德国的运动学家在1945年首次提出的，指的是运动者以特定方式训练，以产生特定的身体变化和训练结果的方法。就是你想得到什么样的训练效果，你必须以得到这种训练效果的那种训练方式来训练。例如，你想要胸肌生长，那么你就要去做胸肌的训练。听起来很简单，是吧？其实真的不那么简单。无论在健身房还是在职业运动员中，很多人都没有贯彻这个原则。我来举个例子，有些人想减肥，那么他们就会去选择跑步或做有氧运动。但是有氧运动会锻炼我们的耐力型肌纤维，减少我们的体积型肌纤维，造成的结果就是肌肉变小，基础代谢变低。虽然减少了体重，但是身体的脂肪比例反而倒提高了，反而比原来更胖了。没有选择最佳的减肥手段，主要就是因为没有贯彻专项性原则。应该的做法是增加肌肉体积型肌纤维的抗阻力训练，控制好饮食，才能减肥成功。我还想再举一个递进的例子，抗阻力训练去减肥，你这个决定是正确的，但是你每组在训练的时候做15到20次的训练，想通过做高次数来减肥，要知道每组训练在12次以上，那么你的训练目标就变成了耐力型肌纤维，那么你的体积型肌纤维还是无法得到很好的训练，结果你的减肥训练还是脱离了专项性原则。训练是讲究科学的，一顿乱练，你可能比以前更加健康，或者更加强壮，或者体重更小，但是你一定没有使用最佳的训练方案。因此，想要什么样的训练结果，选择的训练手段一定要跟你的训练目标保持一致，不然你就难免浪费了自己的时间、金钱和精力，可能不是那么难以完成的目标，结果就是完成不了，或者完成的不完美。第二个原则，超负荷原则。所谓的超负荷原则，就是训练设定的负荷要超过训练者已经适应的训练负荷。说人话的解释就是，你的训练无论是强度、数量和时间，一定要能超过你能力所能应付的。一旦你可以应付目前的训练内容，你的进步就会停止。举例说明，一个人想增加自己的胸大肌，他选择在家里做俯卧撑，开始时他只能做每组8次，做3组，那么他训练了自己的体积型肌纤维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胸大肌的力量和体积都有所增加。如果他继续每组做8次，做3组的话，他的进步就会停止。想要胸肌继续生长，他就要增加到每组做8到12次，每次做4至6组。只有不停地增加负荷，才能使想要达到的训练目标得以实现。对于大多数运动而言，超负荷原则主要是通过提高训练强度来实现的，而并不是提高训练次数和时间。
明白啦？其实你可能没有。关于为什么提高强度是主要的手段，而不是提高训练的次数和时间，我在这里挖个坑，以后我们慢慢讲。第3个原则，循序渐进原则。训练计划想要达到不断提升训练效果的目的，那么训练强度需要不断的增加。通过我们前面讲的超负荷原则，我们可以了解，无论什么样的训练，有氧运动、抗阻力运动、柔韧训练、核心训练等等，需要不断的提升给身体的压力，这样才能不停的进步。这些提升压力的手段有很多，例如增加训练负荷、缩短训练每组间的休息时间、增加训练的难度等等，就是要使用正确的节奏来增加负荷。如果训练强度增加太快或太慢，都会影响训练效果，或者出现运动损伤。换一种简单的说法，就是在提高训练强度、次数和时间时，要掌握一个很好的节奏。节奏太快，就会出现过度训练或者受伤的问题；节奏太慢，进步的速度就慢，甚至停顿。循序渐进原则就是研究什么样的进度或者什么样的节奏是合适的。例如，你现在深蹲的重量是50公斤，那么什么时候你应该增加负重量？在增加负重量的时候，是应该将杠铃的重量提到60公斤，还是55公斤？这些都涉及到循序渐进原则的内容。3个原则介绍完了，我想你一定觉得这些原则你都懂，其实未必。单独在理论上讲这3个原则，或分开讲这3个原则都很简单，但是这3个原则安排在一起使用时，就会有很多的变化，尤其是专项性原则。那么我将在下一期的视频中给大家安排一个案例，你来看看你对这些原则灵活的使用能力如何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